Hello， 大家好，我是燕飞。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市场营销 marketing 这个专业，尤其是 digital marketing 在美国的一些发展情况，以及才毕业的学生如何找到工作。我之前发了2个视频，第一个视频讲的是我之前在国内的大学期间是如何准备出国留学的，之后呢又发了一个我在美国的留学期间怎么样规划自己的学业和找实习、找全职。那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跟大家接下来聊一下市场营销，尤其是 digital marketing 在美国的一个发展情况。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是8年前来的美国，在来美国之前，我是在国内的大学念的是贸易与经济这个专业。毕了业之后呢，我就直接来美国，在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在芝加哥的一所学校念的是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相当于是国内的市场营销与传播这样一个专业。那毕了业之后呢，我就直接开始工作在美国做 digital marketing。在学校，在研究生的时候，我也做了大大小小4-5个实习，然后也是都是在 digital marketing 这个领域里边。那所以我在美国这个8年呢，基本上就是和 digital marketing 打交道的。那我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进一步探讨分析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视频也是分为几个大的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市场营销它的定义因为我在美国发现跟很多人交流，大家对它的定义有一些模糊，所以我想给大家澄清一下市场营销 marketing 在美国的定义。接下来我会着重讲一下 digital marketing 和 traditional marketing 传统市场营销和网络数字市场营销 digital marketing在美国的发展情况，以及所用到的主流的营销渠道和使用这些营销渠道所要用到的主要的工具。我相信很多在美国学市场营销，在美国也好，在欧洲国外学市场营销的同学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找到工作，在毕业的时候找到满意的全职，在学校的时候找到合适自己的实习。那我今天也会跟大家探讨一下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很多小朋友小伙伴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市场营销这个专业才毕业了，我是去 agency 去乙方好，还是去 corporate 去甲方好？那我今天也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agency 和 corporate 它的优势与劣势，那能够更好的帮助小伙伴们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做更好的职业规划。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学市场营销的小伙伴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回国或者在美国的时候跟朋友交流，别人问你是做什么的，或者你在学校的时候问你是学什么的你就说我学的是 marketing 市场营销，那别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是销售那其实 marketing 和销售它是在同一个大的领域下面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相同之处。它的相同之处就是市场营销和销售都非常的注重 soft skill 和 communication skill。另外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市场营销也好，销售也好，都是为了促进消费者进行消费的一种手段。那具体下来呢，它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市场营销其实往往包含了一个长远的全局的规划，它是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过程，它比较注重于去引导消费者刺激潜在的消费行为，而销售呢更多的是短期的即期的促进消费者立刻进行消费行为。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销售代表去和一个公司谈判，那我要签下这个订单这样子。他们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因为市场营销是涉及到一个全局的 long term 的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做这个 strategy 之前呢，往往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大量的 customer behavior analysis、marketing research， 去了解整个一个市场的全貌、消费者的心理和消费者的行为。那销售呢，更多的是及时的短期的进行交流，不会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几周、几个月甚至1年这样的准备。那我们说到市场营销呢，不能不提到的就是
它的一个分支 traditional marketing versus digital marketing，传统市场营销，比如说像电视啊，像张贴广告啊，像高速公路上的 billboard 广告牌这些都是传统 marketing 一种方式。那与它相对的呢，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利用现代的网络和消费者进行交流的这样一种 marketing 渠道。那 traditional marketing 呢，它和消费者进行交流的方式很多，但是呢，慢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比如说就是 traditional marketing， 因为没有很好的 report performance 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导致很多传统的市场营销比较难以去量化你这个 strategy 的 result。Digital marketing 在这一方面就有非常强大的优势，因为它是通过网络媒介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那它通过网络上 customer 的 cookie 去跟踪 customer 在不同的网页、不同的平台所产生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他在每一个网页上留了多久，他在网页上有多深入的点到同一个 domain 下面的不同的网页。或者是他如何从一个 domain 跳到另外一个 domain， 这些都是可以用 cookie 来 track customer 的行为。那带来的结果就是能够非常好的量化消费者在网络上的一系列行为，并且能够很好的量化我这个市场营销的这个 strategy 到底有没有达到我想达到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说了 digital marketing 它的优势，它非常强大，非常 powerful。我也想提一下，你在做 digital marketing 需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优势是它有太多的数据、太多的资源可以让你去分析消费者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个 big data 去做一系列的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 去真正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那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大家具体聊一下，在美国或者欧美主流的 digital marketing 的渠道有哪些？那我所接触到的主流的有SEO 和 Paid Search， 就是搜索引擎上面的两种广告，一种是需要支付的，一种是不需要支付的。那第二大类就是 Display Ads。Display Ads 是在Display Network 上面以 image、以 creative、以图片的形式给消费者呈现产品的一种渠道。那第三大类呢，就叫 affiliate marketing， 有些公司也叫它 associates marketing。当我们想到网络上所有的人群的时候，我们会有 advertiser， 就是我想去打广告推销我产品的这样一个人或者公司。我也有 customer， 就是我会去消费做终端消费的这样一个群体。那我也会有第三方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促进 customer 和 advertiser 进行消费的这样一个平台。那 affiliate 呢，其实就是相当于这样一个平台，你为 customer 呈现了上面不同的，比如说 coupon， 然后把这样一个平台呈现在 customer 面前，让 customer 有一个集中的地方，可以去选择自己想去哪里购物，想去哪里看更多的内容、更多的信息。那我举个例子，在北美这边 Deal Moon 是我经常去和我小伙伴们经常去的一个想去购物找 discount 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就是一个 affiliate website， 那它会为我这样的终端消费者提供集中的我想要的信息。那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很多人的博主他做的比较好了，他会推荐一些相应的产品他会比如说推荐某一款照相机、某一款电脑或者生活的一系列用品。那其实他这个博客也算是一个比较小小的一个 affiliate website。那下一个大家我估计都比较熟悉了，就是 social media 社交网络、社交媒体。那国内的比如说像是WeChat 微信，比如说新浪微博等等，以前的校内都是社交媒体。那美国这边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 也是社交媒体。那社交媒体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customer 可以去上面去关注自己想关注的一些名人或者账号，与他们进行互动那同时和他们进行互动，导致了这个流量在这个平台上面大量的增长。那这个平台也变成了一个吸引广告商来做广告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就叫 social media marketing。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呢，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上面的广告和 display ads 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很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它的 platform 也是属于 display network。最后一大类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 email marketing。那比如说一个公司想去发邮件到自己已有的 customer 去 generate customer retention、customer loyalty， 他会发一些 coupon 给他现有的 customer， 或者他去想 acquire new customer。他现有专门的公司，他可以去买一些 customer 的邮箱，然后通过他们的邮箱发一些去 drive customer coming to their website 的一些信息。那我上面所说的所有的主流的 digital marketing channel 呢，都会和另外一个暂且叫它 channel 吧相关的，就是 website optimization。你想想，所有的这些广告都会通过这些不同 digital marketing channel 把 customer 链接到公司的 advertiser 的网页上。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网页以最好的形式呈现给不同的 customer？怎么样去 customize 自己的 creative、自己的 landing page、自己的 message、body copy， 却更好的留存已经来到自己网页上的 customer， 并且把他们很好的从这一个 page drive 到下一个 page。那这是 website optimization 这一块。主要的渠道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想跟大家稍微详细的聊一下这几个主流的渠道，它都有什么重要的元素比如说你想作为一个 digital marketing， 比如说一个 pay search marketing manager， 他想去做 pay search， 那他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元素，能促使这个 channel 很好的呈现出广告商所想要达到的目的。那我们就从 Pay Search 和 SEO 开始说起吧。在说 Pay Search 之前，要跟大家补充另外一个概念 ，Bidding Algorithm。刚才所说的 Pay Search 也好 ，Display 也好，都是通过一个 advertiser 之间竞价的模式，在平台上呈现广告。那比如说 Google 或者百度，它的整个一个页面，当 customer search 了一个关键字、一个 keywords 之后，他所看到的那些广告，排在前面的肯定是 customer 最容易去点击的，或者一个 display website 放在最醒目位置的这一个广告，也是更容易吸引消费者，更容易 drive clicks and conversion 的这样一个placement。不同的 advertiser 会以竞价的模式去竞争最好的位置或者自己想要去的那一个 position。那整个一个竞价过程是一个 black box， 我们所有出的价都会在比如说 Google 或者 Facebook 它背后的一系列的 algorithm 一系列算法里边呈现出来，然后自动的通过advertiser 这个产品的相关性以及它的 bidding price 去决定你这一个广告会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好，那我刚刚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 bidding price 这样一个概念。那 bidding price 也是Pay Search 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element。除了 bidding price 之外呢，我刚刚提到的 keywords。Customers 是以什么样的 keyword 搜索并且看到我的广告，我作为一个广告商去 bid 什么样的 keywords 能够最好的吸引我相对的相关的消费者这点非常重要。那当 customer 去 search keywords 看到我的广告之后呢，我广告以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 message 呈现在 customer 面前，那这也是吸引 customer 从一个广告进入到下一个页面这样一个流程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关键。消费者进入到你的页面，那你的 landing page 也是非常重要。怎么样通过 landing page 上面的 message 把 customer 引入到把产品放到自己的购物车里边，并且在购物车的那一个页面，怎么样把 customer 引流到真正的购买，进行 transaction 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 landing page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Take one step back， 你在 set up 整个 Pay Search campaign 的时候，会在一个工具比如说 Google AdWords 里边去 set up， 你会把你所有的 keywords 进行 categorize， 去把它分类，相关的把它并在一组，相同的组又会被并在一起，放在这个 campaign level。所有的 campaign 都会做在 Pay Search account 里边，所以你整个 account 的 structure 从 keywords 到 ads、ad copy、ad group 到 campaign 再到 account， 怎么样去非常清晰的表达你不同的 keywords、不同的关键词在不同的有区分的这样一个 bucket 里边，也是 Google 决定你是以什么样的位置呈现在 customer 面前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接下来说 SEO 很重要的，跟 Paid Search 类似的有几点，比如说它的关键字，它的 landing page。那它的 landing page 跟 Paid Search 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它除了要求这个页面的设计能够更好的提供 customer user experience 之外呢，它也会看你整个网页是以多快的速度整个呈现在 customer 面前的。除了这两块和 Paid Search 类似的 elements， 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叫 link， 一个是 inbound link， 一个是 outbound link。inbound link 就是我这个网页上会有多少的link 是从别人的 domain、别人的网页上面链进来的。那比如说我是做一个教育的网站，我提供很多的教育职业发展或者学业发展的一个视频。那如果会有非常好的学校，比如说 Harvard， 比如说 Cornell 这些学校，他把他的学生从他们的网站引流到我这个网站，那 Google 会觉得这个 inbound link 是一个非常 valuable、非常有价值的 inbound link。那相对来说，它就会把这个 SEO 的 position 稍微往上面提一点，提到消费者面前。那与此相对的就是 outbound link， 我怎么样把 customer 从我的页面不仅仅是 drive 到我整个页面的下一个 conversion funnel， 我怎么样把 customer 从我这一个提供信息的一个页面 drive 到customer 可能会感兴趣的这样一个网页，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叫 social media，customer 怎么样在 social media 上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并且连带的来到我的网页上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这两块的一个相互作用，也是 Google 或者搜索引擎的 publisher 看你这个 SEO 到底做得好不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我刚才说到的所有的几点 keywords、landing page、social media、inbound and outbound link 都需要你页面上的一个 metadata 去向 Google 呈现。那 metadata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EO 的元素。简单来说 metadata 就是你会用一系列的 code 把你网页上想给 Google、想给 search engine 商呈现的数据去呈现在它面前，把那些你不想呈现的东西隐藏在你的网页背后，让它看不到你。Google 它的 robot 会去自动的去 crawl 每一个网页，那它会通过 metadata 来看你网页上有什么样的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通过它的 algorithm、它的算法给一个值、给一个 value 来看你这个广告、你这个页面是不是适合这个消费者 search 关键字他想要看到的东西。那根据这个 value， 根据这个值，它会把你的广告放在不同的页面和不同的位置上面。那我接下来讲 display ads。display ads 它非常重要的3个元素，第一就是它的 creative。我怎么样和我的 creative team 合作，去以最好的呈现出我整个广告的效果？怎么样去通过我的广告或者我的 video 去吸引消费者？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它的 landing page。当 customer click 这个 display 的广告 land down 在这个 landing page 上面，我怎么样通过 page 把 customer drive 到下一个流程？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audience targeting。网页上的 display ads 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怎么样去在不同的网页上找到潜在的消费者，再通过我的广告去吸引他？所以我这个 targeting 的 frequency 和 timing 也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它的 publisher display ads， 我怎么样去选择合适的 publisher？ 比如说 Google GDN 有它的 Google Display Network，Facebook 有它的 Facebook Network。你怎么样去通过分析自己潜在 customer 的属性，并且去预测这一部分 customer，他可能会去到的 Display Network， 然后在 Display Network 上面打广告，这样一个流程也是促进 Display 广告 efficiency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 Social Media 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它的 Creative Ads，和你的 Advertiser 以怎么样的方式和 Customer 进行交流，进行一些留言和互动，以吸引 Customer 信息去带动 Customer， 并且让他们通过你的 Social Media 链接到你的网站上，再进行消费，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Email Marketing。跟我之前说到类似的 email marketing 的 content 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我怎么样去以合适的 content target 合适的 customer，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元素。我举个例子吧，就说比如说我一个公司，我是做餐饮的，那我有几百个、上千个 customer 的 email address 都是 existing customer， 那我怎么样去
分析这些 customer 在我店内消费的一些 frequency 和 timing， 然后 draft different email， 放不同的 coupon amount， 然后去 target 这些不同的 customer 的群体，以达到最优化我广告的效果，促进最大消费，并且 minimize 减少我的 coupon 的成本这样一个过程。除此之外 ，email 和其他 channel 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它有自己的 subject line。那你在看 email 的时候，你会分析，首先分析的是你发出了多少 email， 在发出的这些 email 里边有多少 customer 点进你的 email，open 去看它的 email open rate。那进到 email 里边呢 ，customer 会看你的 call to action， 比如说你的 call to action 是 redeem the coupon， 那有多少个 customer 去 redeem 了，去 click 了你这个 call to action， 然后 landed on your landing page， 然后最后再看有多少 customer use 了你的 coupon， 真正的进行消费。那这是 email 需要分析的一个流程。那我刚刚所说的 subject line 就是非常重要的吸引 customer open 你 email 的一个元素。那最后呢，就是 website optimization， 那它就比较显而易见了。你的网页上会有什么样的 creative， 会有什么样的 message 来吸引消费者进行下一步。那么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所要使用 digital marketing 要涉及到的几个主流的营销渠道，那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我也会放在下面的这个内容栏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做这几个 channel 的 digital marketing manager 大概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来帮你更好的达到你广告的效果。那么我想讲到现在，很多朋友会问的一个问题是，现在 digital marketing channels 这么多，我该怎么去选择？到底要用什么样的 channel 呢？我的理解是要从几个方面考虑，大的方向上从2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考虑你公司的类型以及他们的目标客户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使用偏 social media 多的那种社交型用户，还是他们就是在网上做基本搜索比较多的搜索型用户。那你会根据这个 customer 他在网上的 behavior 和他喜欢去到的一些地方，以更有效的 digital marketing channel 来 target 他们。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 budget 和你的 business goal。你的 goal 是什么？你的 goal 是增加你的 branding 的 awareness。你有很多的 budget，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 display 就是你很大的、很重要的考虑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 drive lower funnel conversion， 你想直接把 customer 引导在你的网页上进行消费，那并且你的 budget 可能没有那么多，你不是去注重打造你整个 brand 的一个形象一个 image， 那你可能会选择 email marketing 或者选择 search marketing。那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成本就要低一些能达到直接消费的效果相对来说会好一些。除此之外，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 channel 都应该被放在 customer 不同的 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 上面。那什么是 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 就比如说我从一个完全不了解一个品牌的这样一个人，我到网上去随便搜索任何的东西，而做这个产品的人可能就会首先以 display ads 的形式来 target 我。那我可能会去点，可能不会去点，那这就涉及到你的这个 creative 做得好不好。但是我当时处于的这个阶段就还是属于 awareness 的阶段，就是我可能还不知道你这个产品或者你这个品牌的存在。那通过你的 display ads， 我知道了现在有这样一个品牌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比较，可以去参考。那在 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 的 upper funnel， 你可能会用 display ads 这样一个形式。那当我对这一个产品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作为消费者，我就会去做更多的 research， 就会去做更多的不同品牌的比较。那我可能会去 Google 上面搜索这个关键字，去看一下到底有类似的有哪些公司，类似的有哪一些产品。那这个时候我是处于 middle funnel 我是属于一个 consideration 一个阶段。那你可能会用 affiliate ads， 会用paid search target 我。那到最后我就已经 ready to convert 了，就可能我已经到你的网页上留下了我的邮箱，但是我没有 check out 就走了。那你有我的邮箱，你就可以以 email 的形式 target 我。所以并不仅仅是说我知道了这个企业的类型，它所在的行业，我的 budget 和 marketing 的 goal 就能很好的制定我用什么样的 channel 去 target 什么样的人。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在整个 customer 他的一个消费的角度，他整个一个消费的流程，它是处在哪样一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 channel 去 target 他们。
好，那接下来的板块，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所认为的 digital marketing 它的发展趋势在未来2年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现象，一组数据啊，就是网络上每天在 YouTube 上面看视频的观众，他们看超过10亿个小时的视频。Facebook 用户每天会观看80亿个视频，82%的 Twitter 用户都会在平台上面看视频。90%的 Twitter 用户和60%的 YouTube 用户都会通过手机看视频。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大家在网上信息吸收的方式，慢慢的从纸质以及阅读的形式向 video 更动态的形式转变。我相信国内现在很火的抖音或者快播、直播、陌陌这样一些网站、直播网站、短视频网站，也说明了相应的一个在国内的趋势，就是大家慢慢的从纸质的阅读的形式转到观看娱乐的形式。那做这些视频的一批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 influencer marketing 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一块的在将来几年是发展潜力非常大的。大家吸收信息的渠道已经慢慢的从向权威的机构吸收，拓展为不同的 customer 分享自己的知识到网络上，那成为一种知识共享的时代。往往这种现象呢 ，influencer 会更好的促进 customer 的消费，因为 customer 会觉得这个 influencer 就像他身边的接触的朋友，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自己不仅仅去看他们的视频，也会去了解他的 lifestyle。那他们生活当中所用到的一些产品，推荐的一些产品，也会是这些消费者想要去了解、去消费的。第二个大的趋势我很看好的就是 incrementality 的 measurement。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去用什么样的 channel 去 target 我的 customer， 那往往 leadership 或者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的 incrementality 是怎么样的？简单来说 incrementality 就是如果我不 launch 这个 channel， 不做这个 campaign， 我所不能吸收到的 customer 有多少？这一部分 customer是叫做 incremental。 那越来越多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数据呈现在 advertiser 面前，呈现在 digital marketing manager 面前，那怎么样去在不停的 test 你的 campaign、 你的 creative、 你的 message、 你的 channel 的同时，也去找到这个 channel 真正的 incrementality， 会是将来越来越多的人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我2个被问的最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学市场营销的学生，如何能更好的在美国、在欧美、在国外找到工作，并且能够留下来。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很多人的回答就是，你应该去多做实习，实习多了，学得多了，你工作就会找到了。但是很多人又会问了，我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怎么去找到我的第一份实习？我完全没有经验，一个公司他看我会看重什么样的点再招我进去？那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是你先要决定你想做的是哪个领域。如果你真正想做的是 digital marketing， 那你就会需要去不断的摄取这一个领域的知识。那网上有很多信息你可以去看。You have to stay connected to all those news and the latest trend, right？ 我在下面给大家链接了一些我在最初去接触 digital marketing 会去经常几乎每天去看新闻、看新 feature 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当我有了这些知识之后呢，网上其实有很多考试，就比如说 AdWords 有自己的 certificate，Bing Ads 也会有自己的 certificate， 你就会去通过考试拿到相应的证书。在你吸收了这些知识，知道最新的发展趋势之后呢，你就希望把这些用在你的工作中。当你还没有找到实习的时候，你有 school project， 你可以把这些学到的知识用在你的学校的项目上面，然后慢慢的，其实你学校的项目就是你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以前的 experience。那你再去面第一个实习、第一个 internship 的时候，你就会带着你知道的这些知识和你做过的项目来进行面试。那你有了第一个面试、第一个 internship 之后呢，你再找第二个，相对来说就会容易了非常多。然后慢慢的，良性循环。当你有了很多的实习，越来越熟悉这一块所需要的知识、所需要了解的情况，你再去升全职的时候，就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所以我这里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你很难
一步从一个从来没有实习过、没有运用过 digital marketing 的人，一下跳到在这边找到一个 sponsor 你工作签证的工作，你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的日积月累的去 build up 你的 knowledge 和 skill set 以及你的 experience。那这样你找工作也会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啊。然后第二个被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我才毕业，我有几个 offer 等着我，有一些是乙方 agency， 有一些是甲方 corporate， 我怎么样去选择我到底要去哪样的一个公司呢？其实广告公司和corporate 它有自己的好处，有自己的优势，那也有自己的不足。广告公司它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那你在里边，比如说你是做 pay search 的，你会和一群做 pay search 的人进行交流去学习。那你也会接触做 SEO、做 display 的，你和他们也会进行跨专业、跨 channel 的交流和学习。那这个氛围在 corporate 里边是比较难以得到的。第二点呢，就是 digital agency 往往会更快、更快的去接触到最新的一些 feature 和一些 trend，因为他们必须 stay on the edge of all those news and feature coming from a publisher， 你会更快的进行知识的迭代，学到更新的东西，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还有一个在甲方非常好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接触不同行业的人。那比如说，往往你如果一毕业进入一个 corporate， 比如说是一个 financial firm， 那你基本上之后的1-2年，你会在那个 industry 里边学习，不断的深挖，那你接触的面相对来说会窄，但是会更深。但是如果你在 agency 里边，你有不同的 clients 会在不同的 industry 里边，那你所接触到的 industries 会非常多。那你接触到的这些 clients， 你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同 industry 的知识。那这对你以后几年之后想要转去 corporate 是一个很好的跳板，你可以去更多更好的选择你想去的领域和行业。那 agency 的好处也是 corporate 相对来说的劣势。我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你在 agency 能够进行很广的去了解不同的知识面和 industry， 但是你很难深入去了解某一个 industry 的行业内的信息与知识。那这就直接导致到你在做 digital marketing 的 strategy 的时候，有时候难以说服你的客户、你的 client 去执行某一个策略，因为 client 会想，你都不是完全了解我这个行业，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分析和这样的建议呢？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 agency 工作其实还是比较累的，因为是甲方给乙方钱，乙方去工作。那我们刚才讲了 agency， 那相对来说甲方它的好处有几个，就是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最近的了解到公司的核心战略是什么，那你做出来的决策往往会能得到更有效的实施和发挥，更贴近公司的长远的目标。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和 agency 合作的话，你 execution 就不用太自己做，你做 strategy 的机会会相对来说多很多。那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偏向于自己做 strategy， 把 execution 交给 agency 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你完全不需要去了解 agency， 往往从一开始作为一个 entry level 的人，那他肯定是需要去了解一些细节的东西，这样呢才有助于制定目标和决策。那还有一个 corporate 好处就是相对 agency 来说 corporate 的工资可能会相对高一点。那如果这点是小伙伴们考虑的目标之一呢，那也可以把它算作一个衡量的因素。那还有一个 corporate 的好处就是，如果长远来看，你一直留在同一个公司，那么你远期的升职的 promotion track 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你在这个公司待了很久，足够的年限，那你对这个公司的 culture 它的文化比较了解，那公司更愿意提拔你对公司文化了解有根基一点的人。那公司的劣处就和我刚刚说的 agency 的好处相对应了。那第一个肯定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切磋去协商那第二个就是你更偏向于去围绕着公司的核心战略目标来制定 strategy， 而不是根据最新的 digital marketing 新出来的一些 feature 去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库。然后还有就是公司的政治相对来说多一些，这个也要分不同的公司，就比如说很大的几十年上百年的那样的 corporate 比起可能 startup 这样的 corporate 政治上要多一点。那 agency 大家都知道可能年轻人比较多，那相对来说
层递关系就会要减少一些。那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讲了 marketing 在美国的发展，然后主要的 marketing 渠道，以及回答了大家主要问的2个问题。那我希望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内容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也会把具体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需要使用到的哪些工具，放在下面的信息栏。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下面给我留言如果大家看得还开心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 subscribe 我的频道，这样的话我以后的更新大家都可以得到最及时的通知另外就是我今天这个视频其实分了几次的录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视频比较长，然后不停的有各种事故出现，所以我基本上分了3次录。那我现在已经是晚上，之前的内容其实是白天录的。那我希望对大家的观看不要造成太多的影响。那今天就这样吧，拜拜。